朝鲜半岛局势升温，金正恩会做出什么样令世人惊讶的举动呢？核毁灭还是第3次的世界大战？该如何解读两韩间的对抗升级？朝鲜派兵赴俄背后有什么深意？南北韩的动荡又将如何牵动台海情势？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要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帮我们抖内啦！好，今天我们看到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升温哦。那朝鲜半岛它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会开打呢？其实当然啦，很诚实的说，从双方呢一开始互相断绝这个往来联系之后，在南韩也有非常多的统一的支持分子呢，对北韩境内进行一些空飘物资或者空飘传单的这样一个投递甚至于有时候还这个附上韩剧的光碟片，是吧？朝鲜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捡去看了以后呢，听说还有朝鲜的年轻人因为看了韩剧被抓起来然后拉去 biang biang 的，真的还有这种事情，真是很让人难以想象。但是朝鲜是怎么回敬韩国呢？他们呢可能就把一些很特别的，譬如说的这个产品啦，或者是垃圾啦，装个袋，然后呢借由空飘气球飘到这个首尔附近气球爆炸，嘣就砸在韩国街道上或者是百姓的这个家里，让韩国的民众强烈的感受到给他们带来这样的影响。那当然，朝鲜是不是真的会开打？其实从近来朝鲜让部队进到这个非军事区的附近，而且呢，甚至号称把这个炮衣都拉下来，随时要准备真正的进入这样一个射击状态。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当这个金正恩决定把联系两韩之间的这个铁公路加以炸毁，很大的原因是为什么？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断绝两边的往来，而且呢，由于北韩也进行修宪，第一呢，其实也就不再追求所谓的国家统一，而且还把韩国视为一个敌国。对朝鲜来讲，你韩国最好就不要来烦我，不要来惹我，让我这个金正恩这个金氏家族呢，就继续在我这个朝鲜这一块的地方呢，能够统治意志，像小朋友这样一刀切2段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朝鲜来讲，相对来说其实它比较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它在心理上的安全感会提高。朝鲜要能够再像1950年6月25号发动第1次韩战，整个把韩国的部队打到这个釜山防卫圈的话，其实根本上已经做不到，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由于北韩它还有大概近100万的地面部队，之中还有大概20万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如果说今天每个人给他发一把枪轻兵器，然后带上了这个7天的弹药，再经过朝鲜部署在38度线非常密集的这些火炮然后进行这样一个炮弹洗地之后，这些北韩的部队大概花个7天走也走到这个首尔。所以其实真正担忧韩战2次爆发的是主要是韩国，而不是朝鲜。但是对于朝鲜来讲，由于现在它的这个经济的财务的这个状况并不好，所以相对来说他还是很担心如果韩国趁北韩经济状况条件不好的时候来要了这个朝鲜的这个命，所以其实对于金氏家族来说还是引起了他们非常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既然如此，干脆就给你断掉。但是我们刚刚讲，如果说真正的要打起来的话，我个人认为，当你看到朝鲜的部队在38度线地区大量的这个集结，而且呢，甚至于开始进入到攻击发起位置的时候，那个时候韩国就要担心。但是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似乎还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韩国虽然说跟北韩之间的联系通通关闭了，而且呢，地面的这个交通线也都中断了，但并不代表韩战会真正立刻爆发。那例如像这个川普在上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呢，还针对韩国的这样一个情势进行了这样一个撤侨演练。那最近台海之间的这个情势不断的这个升温，也有人问到 AIT 说你 AIT 在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撤侨计划跟撤侨这个作为是不是当这个放起了一首歌的时候呢，在台北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侨民或台湾各地的美国侨民跑到内湖集合准备撤出？那当然 AIT 是坚决否认，绝对没有这回事儿。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说，美国其实它的这个外交部门在各国的使领馆，对于当这个国家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优先撤退的这样一个人员名单跟这个作为。在很多的国家，它也的确是需要做一些演练。譬如说，我记得我在2003年的时候，在关岛就看过美军实际这样一个撤侨演练，他会找一个操场，然后呢，这个操场呢，开设这个撤侨点之后呢，受到通知的侨民会在指定的时间到这个撤侨点来报到。那撤侨点的这个建立呢，会由这个美国的陆战队搭乘直升机进驻之后呢，把这个比如说可能一个学校或是一个大的运动场加以在周边加固，然后呢进行这个防卫态势，然后甚至主角设施都架起来之后，让这个美国侨民不断的进入，然后一批一批的搭乘鱼鹰机离开。
那而且呢，美军的这个陆战队还会演练啊，就是说如果碰到有周边不理性的这个民众来这个撤侨点挑衅或挑战的时候，或是要强行进入的时候该怎么办？美军其实都会演练。那当然，由于在台湾可能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个事前演练啊，但是我相信其实 AIT 一定也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应变计划，没有才奇怪。未来两岸的这样的局势真正开战的这样的警示呢，其实我的好朋友陈永康陈将军他曾经说过，未来两岸之间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大战，它不会是一个突然爆发的危机，它一定是在一个危机开始产生以后，然后会有一个酝酿期。对岸要对台湾发动一个北京眼中的国家统一战争的话，它一定要经过万全的准备，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只有一次而且不能失败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会做足了准备。然后呢例如集中足够的2栖攻击舰艇，还有包含2栖的登陆舰艇，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所有的这些人员跟装备要开始向东南沿海集中。虽然说我们看到这几次联合利剑系列的演习共军好像是呼之即来，然后来之即战，但其实呢我们也必须说，如果应对台海周边大陆现在进行这种所谓的联合警巡的话，那的确这种呼之即来来之即战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说他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海空3栖联合登陆突袭的话，那对不起，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这样一个目标跟目的。因为我们讲到你这个呼之即来来之即战，有点像是可以对台进行这种所谓的反区域拒止，或是想要来协助台湾的友盟进行一个反介入的这样一个作业。但是呢，如果说真正的这样能够登陆而且能够占领台湾的话，它不可能只有靠这样一个联合战备警巡规模就能够达到它的目的，所以它事前一定要经过非常充分的准备。那像这次这个环台军演联合利剑 2024B 历时13个小时，甚至于这个大陆也有一些这个评论人员说2024B 利剑这个演习13小时就是大陆这个解放军统一台湾的武统时间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13个小时就想要拿下台湾，的确也似乎是乐观了一点，难度也是非常高了。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对台的军事行动的确已经是有一个步骤，而这个步骤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对这个台海周边的包围可能是呼之即来来之即战，但是后面他在做这件呼之即来之前，他一定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登陆这个部队以及所需要这些资材向这个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集中，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可以呼之即来的，而是要经过充足准备才有办法做到。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当看到军队在台海当面的东南沿海有这样非常多类似集结或是集中的这样的状况，那的确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局势会不会进一步的这样的升高。那当然你说这次朝鲜为什么要派部队赴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朝鲜之间的关系近来可以说改善的非常的快。那原本其实这个中国大陆可以某种程度来讲是朝鲜的这个宗主国啦，也就是说平壤跟北京之间还订有这种所谓的共同防御协定的这样一个中朝友好同盟的这样一个协定。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朝鲜遭到美帝发动这个攻击的话，那今天中方呢是有义务要来帮助朝鲜来抵御外侮的。当然其实这个部分北京方面解释也很大，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是你朝鲜主动去挑事了，那这个时候北京不会说视而不见，但是呢他不会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启动这个中朝防御协定。但如果说今天金正恩无由的被美国被韩国修理，那这个时候要启动它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但是呢朝鲜近来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前，其实你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金正恩即位之后呢，他其实极力的想要改善跟莫斯科的关系，而且呢是急速的拉近这样跟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过去其实在俄乌冲突还没有发生之前，大家就有没有注意到朝鲜几次要释放这个人造卫星都不成功，最后莫名其妙就成功了，就是来自于莫斯科方面的这个技术指导，才让朝鲜的卫星发射作业非常这样顺利。那之后呢，因为其实莫斯科至于平壤之间其实关系也并不能够等同类比，因为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能够掌握，甚至于可能会做出难以控制的这个事情来拖北京在朝鲜半岛下水，这是北京其实一直对朝鲜某种程度来说的这样的提防。但对莫斯科而言不今天你朝鲜半岛离我莫斯科多远如果这个时候你金正恩能够在这个朝鲜半岛闹一闹事，吸引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军力保持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在朝鲜的这个身上，对于莫斯科来说是好事一件。2013年的这个平壤大阅兵你就可以发现朝鲜的包含一系列的无水端的这个飞弹，到后来的 KN-08 一系列的这个飞弹，基本上来说它其实都有莫斯科在后面用技术支持的影子。
很多人呢说，今天朝鲜的飞弹能够打那么远，能够怎么样，一定是阿共帮忙的啦。对不起，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为什么？因为对北京而言，今天你朝鲜能够做出好的飞弹，不见得打得到东京，但是一定打到北京，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从北京的这个外交或是军事的角度来说，他不会弄一个反咬他这样一个对象摆在他的旁边审他之外岂容他人安眠。所以对于北京来说，他是对平壤是小心而谨慎的。但是莫斯科不一样，我们刚刚讲莫斯科来说的话，今天你平壤在这边小打小闹，射个几个这个弹，让日本跟美国紧张一下，这个时候就可以相对大幅降低莫斯科在欧洲所需要去面对的这样的压力。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朝鲜派兵赴俄，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之前莫斯科给了他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帮助，包括技术的、科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帮助。那这个时候呢，某种程度来说，有点像金正要报答普丁之前对他的这样的协助，派了12000名部队到俄罗斯去。不过至少现在看起来，你说这些北韩兵会直接上前线打仗吗？我个人是不这么认为因为第一，语言不通这12000名的这个朝鲜士兵可能不见得会说俄语，更不见得会说乌克兰语。那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打仗，到了这个前线的时候呢，真的是地不分东西南北，那这个时候怎么打？所以呢，目前朝鲜的这个士兵最有可能呢是用来边境防卫，也就是说充实俄军在边境防卫这个部分，然后呢让俄军能够把这些原本用在边境防卫的兵力抽调出来，直接投入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战场。那至于韩国，他会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武器给乌克兰呢？至少到目前看起来，韩国制的这个 K9 自走炮可能性很大。为什么？因为现在俄乌战场上其实比例最悬殊的不是无人机，而是我们现在身后的炮兵155公里的这个火炮。朝鲜提供了俄罗斯大量朝鲜所储备的152公里的榴弹炮的炮弹，都可以让俄军的这个自走炮或是火炮对乌克兰的这个阵地跟乌克兰的土地发动这个非常足够的这个攻击前的炮击。乌克兰的部队面对俄军的时候，其实并不如很多西方传媒揭露的打得那么顺，而是面对俄军的火力优势下，乌克兰军打得非常辛苦。但是如果能够提供他做的155公里炮弹，还有这款性能相当优异的这个 K9 自走炮，透过这个 K9 自走炮的机动的这个性能，然后呢对俄军发动系列的反炮击，对于乌军的帮助可以说最大。因为乌军现在最弱的部分就是第一，炮弹不够，第二，火炮不够。如果有了充足的炮弹跟这个自走火炮，俄军就不会打得像今天这么顺手了。当然，如果这些朝鲜的士兵真正实际投入地面战斗，而且如果能够活着回到这个朝鲜的话，我个人认为会对北韩的地面部队的作战起了非常大的革新。如果真的韩战真的爆发的话，北韩的部队会比现在的这个北韩的部队要更为扎手跟难缠，这个是一定的。南北韩的情势会怎么样影响台海？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今天北京如果真的在核统到了最后关头都没有办法突破，那你说他会不会可能动起武统的念头呢？以现在这个两岸态势这样走下去，不能完全的100%说不可能。但是对于台海来讲，今天如果北京要在台海采取这样一个最终极的手段来解决两岸分裂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美国不可否认的会是北京动手与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今天北京在台海动手，如果这个时候美国面临到一个整个西太平洋平静无事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可以集中精力来进行一切必要的这个军事协助的话，那这个时候共军的行动就会受到很大的约制。但是我们刚刚讲，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利益核心，还有呢它的这个防卫的这个承诺，其实是在朝鲜半岛。也就是说，如果万一朝鲜半岛不平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更加的预防共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对台湾进行军事的这样一个攻击。因为韩国半岛会吸引美国大部分的这个太平洋地区的驻军要去协助他。之前我常讲一个例子，过去10年前，韩国一直在很在意的一个议题叫做驻韩美军的这个指挥权，也就是韩国防卫司令部的这个指挥官一直是美军的这个将领担任。那韩国一直很希望把这个美韩防卫司令部的这个指挥官职给要回来在自己手上。但是韩国自己做了兵推以后，赫然发现，如果韩国真的把这个美韩防卫司令部的这个指挥官权要到自己手上之后呢，这个时候两韩如果爆发战争，韩国一定会输。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吧，不是韩国军官的这个指挥品质不好，而是今天如果两韩再度发生2次韩战的话，以美国的驻韩美军跟韩国的这个部队基本上是挡不住这个朝鲜的部队。讲过很多次，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动用到驻日美军，甚至于日本的海上跟航空自卫队的协助，才有可能挡得住北韩人民军。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今天你这个美韩联合防卫司令部的这个指挥官是韩国人的话，你觉得他叫得动日本海上自卫队，或叫得动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或甚至于驻日美军吗？这个答案是很清楚。所以当韩国人搞清这一点以后就再也没有去争这个所谓美韩防卫司令部的这个指挥官职了。在这个情况下，相对来说也是稳定的台海必要条件。但是如果韩半岛一旦可能爆发军事冲突，或甚至真正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会倾全力的在朝鲜半岛挡住北韩人民军。那这个时候对于台海来说，就是我们风险最大的时候。我们的 iSmart 施孝瑋的军武大官，为了要能够更大的服务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在 LINE 社群里面也成立了一个 iSmart 施孝瑋的军武大官。OK， 你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以后呢，就可以得到军事的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分析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谢谢大家。